局长，找我有事儿？这是他关照，特地留给你的。哎，局长，他除了说自己是小楼的继承人之外，还说什么了？他希望我们警察局能够帮他收回房子。这话说回来了，如果他真是房子的继承人，收回房子也是顺理成章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怎么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他出现的这个时间太蹊跷了。不早不晚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出现了。我担心的倒不是他。哎，你说本来这小红楼的事儿已经告一段落了，现在倒好，我们又卷进去了。是日本人掺和进来了，好不好？何止日本人，还有法国领事馆，这两头都不能得罪，头疼啊！哎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什么打算啊？他约我见面就见呗。要不先打个电话预约一下？这上面也没写是哪个房间啊？哟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哎，问春子找春子。春子，那个叶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她是个大美人呢，虽然上了年纪，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，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问她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她是小楼的继承人，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这就是她的目的啊。没那么简单吧？为什么你们总是觉得她有目的呢？她的身份证明那么齐全。你们？哎呀，我怎么把宪兵队给忘了呢？冯警官，何子小姐怎么样了？好了，我就说嘛，长官好。情侣之间吵吵闹闹是正常的。我向她求婚了，她答应我了。哎，走啊！哦，来了。怎么了？难道春子小姐是被我这么好的消息给惊着了？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恭喜你们。可我听你这口气，不像是恭喜吧？怎么，你也觉得我做的有什么不对吗？我是觉得爱一个人吧，就要对他负责任，这是最起码的道理吧。这是你们俩之间的事情，我没有办法评论。但是还是很羡慕你们。这有什么羡慕的？春子小姐也会碰到爱你的人的。叶小姐，你好。你好。你的咖啡，谢谢。这个是组织上给你的，请慢用。叶小姐，春子小姐，这位是冯警官，这位是叶小姐。叶小姐你好。冯警官好。要不我们坐下来说吧。坐。
顺子小姐。谢谢。请。很高兴见到你。听说你一定要见我。是的，我想知道最近小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命案，而且是连环命案。难道叶小姐一点都没听说吗？当然听说了，连报纸上都写了，而且这已经成为我取回小楼最大的障碍。所以你选择在这个时间回来，是吗？并不是我选择这个时间回来，是因为上个月我母亲去世之前，才告诉我真正的身世。刚刚才告诉你，你母亲之前一直没有跟你提起过你的身世吗？冯警官，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和一个外国男人生了一个私生女，在家族里怎么可以接受？所以，我一出生就被送走了，直到上个月，我母亲去世之前，才托人找的我。叶小姐，很抱歉让你提起这样的事情。所以说，你也是刚刚知道不久的。是的，很可惜，我从没见过我的亲生父亲。那他们之前把你送到了孤儿院，我在孤儿院长大。叶小姐，那你今天一定要见我，是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呢？我希望冯警官，您能给予我帮助。宋伟军，你接下来要加倍的努力。宪兵队不光要紧盯共产党的行踪，而且还要找到那部神秘的电台。嘿，大佐，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。形势确实有点严峻，叶静他不可能单独行动。从目前的准备和应对来看，他一定是有同谋，而且是非常周密的同谋，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。都给我乖乖的搜仔细了。走。我们城里的几个联络点呐，都被日本人盯上了。有没有同志有危险？具体情况不清楚啊。这东子和队长都出去这么久了，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。裴明，老邝，妈的，这日本人把咱们点儿都给监视起来了，连进出城都要检查。我跟队长差点让那狗日的给抓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两个在去咖啡馆的路上，正好碰到宪兵队搜查那儿。要不是他们比我们早一步，我们呢可就凶多吉少了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在城里的活动不是都要停止了吗？有句俗语说：“树挪死，人挪活。”那小日本不可能挨家挨户的都派人盯着。老邝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办法肯定有了，不过我们都不行，要我们队长亲自去。哎呦，别卖关子了，快说！石花馆的江小鱼。江小鱼。孙卫少尉，信号微弱又分散，这一大片区域都有检测到疑似信号发射点，都标记好了。哦，这可真是一大片呢。
整个老城区啊。那就全城搜查。不用吧？我了解满洲人，我们这样查的话，估计查到的时候他们早就转移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们要重点调查，啊，这里是重点，这儿也是重点。这里的信号最可疑呀，如果信号有转移的话，这里就是最可疑的。喂喂，只发现一座商业电台，其他申请过的都被他们擅自改动了。立刻查封。董先生，看来你的方法不管用啊，我看还是要全城排查。宋北军，你先不要着急。有谁在移动啊？哪儿啊？这个信号特别强。我已经说了嘛，有移动就有可疑啊，我的方法没错啊。还有呢？这儿啊，这儿的信号源当然强了，我们宪兵队就在这儿嘛。哎，蛋，滚！发现一个移动信号。立刻跟踪！立刻跟踪！哎，有移动就是可疑的，统统带回来。谁？谁啊？是我，马迭尔餐厅的卡捷琳娜。真美啊！好，下一个，1、2、3，好嘞！哎呀，真巧啊！你可能是我今天最后一个客人。是吗？不过我知道你肯定还没走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我当然不是蛔虫，但是我能听到从你这里发出的一种美妙的声音，飘过滨州的天空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已经告诉过你，我是马迭尔餐厅的服务员，叫卡捷琳娜。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找我？知道最近风很大，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暂时不想再听到这种声音，因为不止我一个人能听得到。报告长官，都是民用收音机，其他没有什么发现。无论是民用的还是特务用的，都必须让专家鉴定。但是这个真的很难弄啊！还发现什么没有？没有。全城都排查过了，地图上的点都查过了，没有什么可疑。宋伟军，看来都不是我们想要的。
哟，是您呐？月仙姑娘，好久不见。那是当然，八爷不让进门的人，没见着是理所应当，见着了，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？哟，当然不能让你为难了。麻烦你进去问问小鱼姑娘，进不进的，让她定好吗？这主意合适，等着啊。有劳有劳。谢谢啊。哟，你们俩还敢来啊？不怕八爷再把你们轰出去啊？鱼儿，我们今天来啊是有正经事情。我就知道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啥事儿啊？啊，我们是想，小鱼，最近我们遇到点麻烦，想在你这儿住2天。这好像有点困难吧？这要万一被八爷发现，那他可得扒了我的皮呀！小鱼儿说的对呀。你说这石花馆里头，除了八爷说话管事儿，其他人没用啊。谁说的？八爷不在，我就是最大的。你行吗你？我不行，你行啊？那我们能在这儿住几天吗？这藏身的地方是有，但条件不好啊。啊，没关系，你们得委屈委屈。没关系，只要隐蔽点就行。我们不讲究。狗我也行。嗯。行行啊。进来吧。走。红包车。哎。到宪兵大队。走。好嘞。快点儿！这样以身犯险，恐怕是……他来了吗？他在路上。阁下英明，亏得当时让他学习了手语。这样用他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他和纯粹的日本人毕竟是有区别。你不要有太多顾虑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务必办妥。嗨。啊，亚三明天要来报案，那我得给他做手语翻译，对不对？贞子，这是我迄今为止给你最光荣的、最重要的任务，你应该感到自豪。谢谢大佐。那我是如实翻译呢，还是有什么特殊的要求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，你如实的翻译就好了。那就不怕亚三说一些不利于我们的话吗？你只要好好的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。哦，上回你让我给你哥哥的信，我已经帮你送到了。
哎，哥，怎么了？你来了，亚三来报案了。亚三来报案啊？人呢？里边呢。风警官，早。早？哪有你早？怎么了？他说什么了？他是来报案的，说叶静子虚乌有，是来诈骗的。他有证据吗？他的情绪很激动，说小楼的历史除了他，没有人更清楚。他说德雷福斯也不可能有一个女儿，他不知道。是吗？嗯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局长在问法国人和日本人的意思。拿着。放心，我明白。11点半，法国领事馆。进来。好的。进来，来的正好，收拾一下，带着亚三去法国领事馆，日本人也要去。局长，哎，这事为什么把法国人和日本人牵扯进来了？亚三在我们警察局报的案，就得按警察局的流程往下走。你这不是摆明了不相信我的工作能力吗？建白，你还是太年轻，这么做不但保护了你，也保护了我们警察局。你看这件事情摆明了就是个烫手山芋，是不是？早扔了早好啊！现在我们当着日本人和法国人的面，我们只要做那只螳螂捕蝉的黄雀就可以了，懂了吗？哟，董先生，来，请。哪儿都有你。你的车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那个法国领事馆会派人去接叶小姐。啊，太好了。哎，亚三儿怎么会来报案的呢？这亚三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亲自来报案，是柳春子接待的。来，请。哎，请。董先生，春子小姐，你来了。啊，都到齐了，快进去吧，就等你了。哎，不用等我呀，关根大佐给我交代了一些事情。听说亚三儿一大早就来了？对啊，他今天早上在警察局门口等的。哦，等你啊？不是等我，柱子接待他的，然后把他带进了警察局。我只不过是正好会手语。哦，那就真好，春子小姐真是能干。快进去吧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大佐有什么吩咐吗？他之前没吩咐你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其实我是……来，一块进去吧。先进去吧，先进去吧。他说，德雷福斯带着他的女儿玛蒂尔小姐刚到滨州的时候，就是他给他们拉的黄包车。玛蒂尔小姐觉得他很可怜，就把他留了下来。可以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他，没有人能够更了解他。
也还留下了很多照片，他们也是其中很少数人里面知道我父亲背景的人。当然，他们起过誓，不会说出去。可惜他们不在了，要不然他们可以证明我的身份。他说，德雷福斯这一生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玛蒂尔小姐，而且被视为掌上明珠，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私生女。我去世的姐姐，身体从小就非常弱，经常吃药，而且她的母亲也不能再生育。后来我父亲遇到了我母亲，他们非常相爱，而且怀上了我。不过很可惜，我并不是男孩，所以我母亲并没有跟我父亲结婚。这也是我母亲非常伤心的事情。他说你在撒谎，你是个骗子。亚三先生，请你不要激动。如果你的主人有一个后人，你也应该为主人高兴啊。董先生，您看呢？哦，今天这个局啊，是吴局长邀请的，我们宪兵队只是做客，还得吴局长说了算呢。是这样的，这个叶小姐呢，对答如流，毫无破绽，是吧？当然，这个亚三呢，一片忠心护主，值得肯定，啊。可你不觉得他这么百般阻挠，有独霸小楼的嫌疑吗？闭嘴！这样，我们回去尽快的研究一下。叶小姐，我就不再送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卡捷琳娜。你好，董先生。今天晚上你有空吗？不好意思，董先生，我今天晚上没有空，有人约了我。不好意思。那人是谁呀？当然是男的。卡捷琳娜。董先生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对我尊重一点，要不我去告诉警察，看你怎么办。别那么说嘛，何必呢？我不打扰了，拜拜。春子小姐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发生的事情很奇怪？有吗？亚三来这儿报案，春子小姐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？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？日本人到底在干什么？他们为什么对这小红楼的事情这么上心？你去问日本人，我和子小姐。我问了。那他怎么说？他说他不能告诉我家贸部队到底在干什么。那你就没逼问他吗？你就来逼问我？我觉得你会告诉我，因为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俩的情况特别相似，所以请你痛痛快快地告诉我，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，春子小姐。好，你既然说处境是一样的，那我告诉你，答案也是一样的。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自己人看，他们是在利用我们。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？所以我只能来问你啊。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亚三到底是不是日本方面的人？我不知道。啊？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
那你至少可以把你的怀疑告诉我。我怀疑。什么？我不能说。说。我不能说。告诉我。我有怀疑，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有怀疑也不能问。有什么不能说？不能为什么不能说？不能问。告诉我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求求你，不要问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快解决。啊，哎，建白，来，过来。哎，这个冯警官，建白啊，去给叶小姐的事情帮忙处理一下。所有的事情让冯警官全权处理。我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一步啊。冯警官，这件事情该对峙的对峙了，该澄清的澄清了，为什么我还不能回家呢？你当初答应过我，愿意帮我，这话还算数吗？算数，当然算数。那好，我希望2天之内。来了，金白青。嗯，今天这么早就下班啦？窝囊，窝囊死了。出了什么事了？我一直在忍日本人所做的一切，可他们呢，越来越过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真的不当警察了。金白君，以后可不可以不要说中国人、日本人什么的？因为我也是一个日本人。盒子，你知道我没有在说你，我在说宪兵大队那帮人，他们处处在为难我，我就不明白了。哎，你说这是谁的地方啊？谁的家？谁做主啊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盒子，我想通了，这次我绝对不会再妥协了，我必须把这件事情查得清清楚楚。等破了这个案子之后，我去辞职，咱们不在这待了。什么？你要和宪兵大队作对？不是作对，是讨回一个公道。不行，你不可以这么做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可以。金白群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再担心害怕了？上次的那一枪，把我的魂都打飞了。要是你再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啊？好，那我答应你，我不查了。那怎么走？立刻就走，离开这里，离开这里所有的一切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？这有什么突然的呢？我们本来就已经订婚了，本来就应该在一起。
是，我想再想一下。大佐阁下，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国公民在华的切实利益。出了什么问题，那是叶静小姐的责任呢，还是我们的疏忽呢？